真好看。哎呦，还让我瞧瞧，陈嫂子，你可真是好福气呀！这一下子孙子孙女都齐活了，还一下来4个，这搁谁家不高兴坏了？高兴，咋能不高兴？家里冷清了这么多年，这下好了，一下子全补回来了。我心里这块石头啊，总算落了地。就是苦了我这2个儿媳妇儿，遭了大罪，尤其是小青，鬼门关前走一遭，我这心到现在还提着。陈嫂子，要我说，你这婆婆做的可真够可以的，通情达理，不像我娘家那个婶子，哼，就知道变着法搓磨儿媳妇，坐月子能喝上几天小米粥就不错了。几位老姐妹先坐着，我去灶上看看，菜都备好了，下锅一炒就成。那哪行，哪能让你一个人忙活？我们都去搭把手。姐，你看这几个婶子真是风风火火的，性子都爽利，和娘很像，难怪他们能说到一块儿去。姐，咱们这能坐双月子，在村里怕也是独一份了吧？昨天听小何说，隔壁村有个媳妇生完孩子才10天，就被婆婆催着下地干活了。是啊，有时候我觉得，这或许是爹娘在天上保佑我们，让我们逃荒千里，最终落在了这么好的人家，遇到了这么好的婆婆。所以我要快些把身体养好，不能辜负了婆婆的心意。等明年开春，身体利索了，咱们就再接绣活，多挣些钱。家里为我们花了太多钱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开春还有2个多月呢，等出了月子，我可得好好跟大山说道说道。可不是嘛，之前我觉得精神好些了，偷偷拿了针线给孩子缝个小衣服，刚戳了几针就被小何发现了，二话不说就把针和布全收走了，说是费眼睛，不能干，把我给闷的。娘，我来就行，我这双月子都做完了，身体好着呢，您歇着。哼，快坐回去，外面天寒地冻的，少沾凉水。魏妈家清理羊圈，劈柴担水，他们爷仨包圆了。你们俩老老实实炕上给我将养，等开春想偷懒都没有门儿。娘，我爹今天也跟大山、小何一起去县城赶集了吗？走了，带的东西多，你爹去照应着。顺便啊，去济世堂找李大夫询问，看看你那调理的药还用不用喝。我这药都喝了快2个月了，真不用喝了。你看我脸色，看我这胳膊。胡闹！女人生孩子是过鬼门关，别仗着年轻不当回事儿，等老了毛病找上来，有你受的。听娘的，大夫说了算。再说，你和小英现在生了这4个宝贝疙瘩，我和你爹心满意足了。你们俩以后也不用再生了，太伤身子。开春地里忙，你们负责带孩子做饭，重活、力气活都交给你爹他们爷仨子。咱们一家人劲儿往一处使，日子总能越过越好。娘，你这么好，就是比我们亲娘还疼我们。傻话，那是因为当初你们的奶奶就是这么对我的。我难产遭了大罪，你们奶奶伺候我，鸡蛋红糖没断过，硬生让我做足了2个月。我娘家重男轻女，我在家吃不饱穿不暖，可到了陈家，你奶奶待我比亲娘都真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我没有受过婆婆的搓磨，自然也不会把那些糟粕传下来去搓磨我的儿媳妇。我们将心比心，和和气气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大娘，您瞧这做工，这走线，拿回去装针线。是药3分毒，既已见效，便可停用了。令媳年轻，底子尚可，如今已断奶，不再耗损自身精血喂养婴儿，气血恢复起来会更快一些。我又开了一个平和补益气血的实方子，回去用一些红枣、桂圆、当归、黄芪等物与鸡肉或骨头同炖，日常护理慢慢调理即可，不必再服汤药。多谢李大夫，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李大夫，你给瞧瞧，这个是不是人参？我们山里偶然挖到的，也不懂，您给长眼。
确实是野山参无疑。看着炉碗和铁线纹，年份大概在30年左右，算不上老，但也难得。只是挖出来后没有经过及时炮制，药性受损，品相和工酿都打了折扣。那大夫，这个还能值一些吗？若是刚挖出时炮制妥当，卖到15、16两也是有的。现在这样吧，我按市价给你一个实称价，10两银子，我收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多谢李大夫，您真是厚道人。陈老哥，我看你们一家都是勤恳本分人，这本册子上画了我们一些这附近山里常见的药材图样和采摘点，我们一定会仔细找，找到了肯定先给您送来。您是活菩萨啊！李大夫放心，我们肯定信您。到时候您的医馆开张，我们一定去贺喜。老板，这俩猪蹄便宜点呗。爹，怎么样？李大夫怎么说？金田集上东西卖得不错，农具卖得最好。大山和小河的手艺，识货的人还是多。是赶上时候了，眼瞅着年过完，开春在即，家家户户都开始拾掇农具，该修的修，该添的添。我们用的好木料，一来也趁手，自然好卖。加上一些零碎的小木件和竹器，今天我和小何这边一共卖了差不多1两银子。这手艺活到底是个长久以来的劲象在。等开春一忙起来做这些就得抽空，但总归是条不错的副业路子。今天去医馆，除了问小青调养的事儿，还有个事儿。我头些日子不是在老鹰岩周围转悠吗？也是运气，发现了东西，是只野山人参。人参？爹，真的假的？那玩意儿可金贵。李大夫看了看，说品相还成，估摸着有30年左右。他给了好价钱，10两银子，10两银子，10两。有了这10两，加上之前宫中攒的，我们家开春买牛就一点不用担心了。买了牛还能有余钱应对春播，心里踏实多了。爹娘，既然钱够了，买牛宜早不宜迟。木料我以前就看好了，牛车架子、车板、原木这些木工活我都能做。铁器部分，爹你得提前去镇上定做。不急，我这2天再去耿牛拐家看看。他家牛养得好，骨架大，毛色亮，性子也温顺。爹，买牛是大事，宫中的钱恐怕不够，我和哥这边还能拿出些。你们知道孝顺，不过有了这10两，真够了。你们小家的钱自己留着，扯点细布做下衣，买点零嘴。宫中的事儿有宫中的章程。老头子，等牛回来，让大山小河在后院挨着猪圈，再搭个结实敞亮牛棚和羊圈。猪圈也得收拾起来，开春抓猪仔。等牛棚搭好，咱家那14亩荒地开起来也能省不少力气。爹，李大夫给这册子真是有心。这些后山田整边常见，我们以前只当是野草，原来晒干了能换钱。李大夫人厚，他说后面几页画的那些贵重些的药材炮制复杂，咱们自己弄不好反而糟蹋了。让若是碰见，直接送去给他，他按市价收。我看这李大夫是个可以长久打交道的人。哥，这榆木硬得像石头，做车羊保准比铁打的还坚固。别分心，看准墨线，这可是咱家未来发家致富的战车，一点偏差都不能有。等牛买回来，春播就轻松多了。你爹爹说了，那14亩荒地先用牛参犁一遍，接着种些红薯豆子养地，家里那18亩田湿地也得种上。到时候啊，肯定忙得脚打后脑勺。娘，到时候我和姐姐也能帮忙，做饭送水喂鸡喂鸭我们包了。地里活干不了重的，但尖苗薅草拾废这些总能搭把手。知道你们勤快，不过身体最要紧，特别是小青得彻底养利索了。我们量力而行，可不许逞强。定下了，耿牛管家那头3岁口的黄金牛，我看中了，骨架匀称，蹄子结实，眼神温顺有神，毛色也油亮。
连牛带一套半新的犁具，一共要了18两5钱银子。18两5钱，咋这么顺利？去年打听少说也得20两啊！他儿子在县城谋差事，催着老两口享福，急着脱手。这不过是咱家天大的运气，太棒了！爹，牛车造型我和哥已经做出来了，铁剑一靠，立马合体。爹，铁线什么时候去镇上定？要我画图纸吗？不用，图纸全在你爹脑子里。过2天赶集就去找王铁匠。爹，这牛真壮实，走起路来可真稳当。可不，有他在，咱家今年的地不怕伺候跑。哟，大年兄弟，这是买牛啦？是啊，五哥，托大家的福，日子勉强能过。想着开春地里的活计重，添个牲口也能轻省些。好，好啊！你们家这日子，眼见着是越过越红火了。盖新房，添丁进口，现在连牛都置办上了。陈大哥，行啊，这牛买得好，骨架正，腰蹄长，一看就是能力的好牲口。哪儿寻摸的？小河沟村耿牛馆家的。耿家的牛，那错不了。陈大哥，跟你商量个事儿，等你这牛养熟了，跟我家这老伙计配个种咋样？放心，规矩我懂，谢礼肯定少不了。成啊，二木兄弟，到时候让他们做个伴儿。爹，这就是咱家的牛，太精神了吧，简直像头小怪兽。好，真好，这牛看着就好。从江南逃荒的烂泥地，到现在的家，连这样金贵的大牲口都有了，像做梦一样。先在这歇着，熟悉熟悉地方。过2天给你搭个宽敞亮堂的新家。牛是牵回来了，接下来事儿也不少。这2天我和小何先把后院的牛棚搭起来。天是还有点冷，但土已经松了。爹，这天垒墙泥浆冻不实吧？能结实吗？我心里有数。选向阳背风的位置，用的土坯是去年秋天就打好的，泥浆里多掺些打碎的麦草，夯得实实的。白天日头晒，晚上挡半风。羊圈也得趁风砌一砌，开春抓猪崽儿得腾出地儿。大山，你明天就去趟镇上，找王铁匠，把牛车需要的铁轴、车锅钉、闸钉，还有新犁头的铁会都定了。春耕就是抢账，家伙事必须趁手。哎，爹，等牛车打好了，下次大集，我和大哥就能赶着牛车去县城了，那得多拉风！竹器木、球绳、绣品全装上，我们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。就你小子算盘打得精，小殷、小青，你们也放心，家里有牛车了，以后去镇上卖绣品、买布料，都不用再走那么远的路，受那份罪了。爹娘，这羊买回怀也有1个多月了，奶水一直挺足，可它能一直产奶到啥时候？孩子们这口粮……这个我问过耿牛馆，他说要是普通的土羊，产奶期短也就2、3个月，可咱家这只不一般。那是奶山和本地壮壮公绵羊杂交出来的，骨架产奶量足，性子也温顺，好好喂养，最少也能产奶6、7个月。等到时候奶水少了，孩子们也大了，能添米糊、蛋黄、菜泥，慢慢就接上了，不妨事儿。就是，大还能喝好几个月呢。我这3个孙子1个大孙女，让这羊奶喂得多结实。等过些日子，地里山上的春草冒了尖儿，我就去给咱家这大公神割最新鲜最嫩的吃。这一冬天光吃干草料也委屈他了。家里添了牛，明年这草料就得早早打算，光靠野地打草不够。咱家那14亩荒地开出来头1、2年收成指望不上，我看可以匀出几亩，专门种上苜蓿或者高产牧草。牛、羊、猪冬天都得靠这个。我和你爹谈算过了，开春除了牛、猪还得照旧养，还是老规矩，你们2小家各分1头养着，卖了钱自己留着。宫中也养1头，卖一半留一半，自家吃腌腊肉。这家底就得这样一点一点攒。娘，开春鸡鸭鹅也得再多养些。今年留下的下蛋鸡少，鸭子大鹅也没几只，明年多养点，蛋能换油盐，孩子大了也能吃。对啊，娘，鸡仔鸭竹春天孵得多，咱家现在地方也宽省，后院围起来一块，它们有地方刨食，长得快，下蛋也勤。行，今年咱就多养些。母鸡算上现在还能下蛋的，再添20只鸡竹，鸭子添10只，大鹅添5只。去年咱们养的仔细，成活力高，今年也差不了。娘，
开春又是买猪仔，又是抓泥鸭鹅雏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支出，宫中的银子还够吗？要是不够，我那边……你放心，娘心里有本账。要是没有卖人参那10两银子，买了牛，宫中确实就紧巴了。可有了那笔意外之财，正好把窟窿提上，还能有些冬余。等春耕忙完，你和小何赶着牛车去集市，挣的是活钱。再加上采药材，你们做手艺都是进项，这日子啊，就像滚雪球，只要开头顺了，后面就越滚越大，越走越宽。娘，您和爹就放心吧，我和哥肯定使劲干。要是宫中真一时周转不开，您可千万别自己硬扛，一定告诉我们。我和小青这边，大哥大嫂那边都攒着点钱呢。你们的心意，娘知道，可你们小家的钱是你们起早贪黑一针一线挣来的，好好攒着。孩子一天天长大，往后念书、娶亲、嫁人，哪样不是花钱的大项？你们自己双育，将来才不慌。爹娘这儿真有难处，不会跟你们客气的。大山，这么早？王叔，想订匹铁剑？家里买了牛，想打辆新车，再打个新犁头。这是车轴、车箍、闸钉的尺寸，这是犁毁的样子，您给看看，大概多久能得？这尺寸，这沉重设计，车轴要好铁，犁毁一家钢口。行啊，大山，你这图画的跟兵器谱似的。家里添了牛，必须配最好的车架，5、6天能得不？成，老熟人了，保证给你打得结实趁手。呵，这地基我挖。小何，看这土坯，去年夏天极限烈日下打造，掺了碎麦草，搭牛棚根基必须牢，来夯实它。姐，你看这个。娘说开春抓小鸡仔养大了就能做菜，爹娘和他俩都该补补。我现在充满了力量，等开了春，我要疯狂输出干活，绝对不拖后腿。你呀，先管好你的身体再说吧。下午我把木料金钩、铁剑一道，立刻进行最后组装。小何下午继续跟爹垒墙，趁着日头好，多推点进度。爹娘，我和小青想接个绣活，不接难的，就日常的帕子、小件。接轻盛活可以，但必须遵守3大法则：第一，不准久坐；第二，不准赶工；第三，眼睛累了必须歇。你们的手艺不能为了眼前几个钱熬坏了。我们一定注意，就慢慢绣，绝不累着。好业摊上又新花样了，家有余粮，心里不慌，各尽心力，这棵树才能枝繁叶茂。明天继续备战开春。明天咱们家就得正式开始春耕了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耽误不得。早上我和你们爹带着大山、小何一起下地。小殷、小青，明天就得辛苦你们俩在家照看4个孩子了。午饭等我从地里回来再做，你们别操心。娘，我和小青都歇了几个月了，身体早就养好了。春耕这么忙，哪有让您从地里回来再忙灶台的道理？是啊，娘，我们分工。早上大哥和小何起早把羊奶挤好，白天一个看孩子，一个做饭。您和爹、大哥、小何就放心下地，家里有我们呢。那好，就依你们。柴火我给你们抱到灶房门口，春寒潮，风硬得很，你们千万别出屋，孩子也看紧了。哎，娘，我们记住了。姐，你看这鸡蛋，自打咱们怀孕，家里的鸡蛋就没断过。晚上得跟娘说说，鸡蛋留着换盐换针线吧，吃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娘这是心疼我们，您把买补药的钱换成鸡蛋给我们吃，也强过将来身体亏了往医馆送银子。把身体养得壮壮实实的，就是最大的孝顺。这几个孩子可真省心，吃饱了就不闹腾。
还好咱们这胎都有男娃，我心里才算踏实点儿。想起生他们时的凶险，苦尽甘来，往后的日子都是甜的。有了男娃，咱们心里也有底了，以后不生也可以了。我是真的有点怕了。姐，你这些鲜亮喜庆的碎布，不如我们做成老虎鞋、老虎帽、小老虎布偶。对，这个想法好，趁着春播攒货，等大山洗好再去摆摊儿，绝对比头绳还好卖。姐，你看这个小布偶像不咱家老三？是有点像，瞧着就傻乎的，惹人疼。这双红色老虎鞋给老二穿，女孩穿红鞋，精神。记得小时候，娘给我们做新衣，也总爱在袖口绣点花草。那时娘的手真巧，一块普通通的布就能变得那么好看。可惜娘走得早，现在自己当了娘，更知道那时候的不容易。希望咱们的孩子也能记住娘手做的温度。姐，你说咱们这些老虎鞋布偶真能卖出去吗？能卖多少钱？头绳成本几乎为零，卖3-5文纯利润。老虎鞋做工精细，10到15文绝对有人抢。小布偶图个吉利，标价8文，那也不错了。咱们趁现在多攒点儿，等春耕过了，让大哥小何拿去集市，绝对是一笔进项。呀，这是你们俩做的，真俊！这老虎头绣的精神。娘，您回来了。这是我和小青闲着用碎布袋做的，打算等春耕忙完，让大山西河拿去集市上试试水。这主意好，又吉利又好看。咱家这俩媳妇儿真是心灵手巧。你们顾孩子，做点自己喜欢的活计，家里有我们顶着。哟，大嫂、小青，这手艺绝了啊！比镇三丸铺子卖的都不差，这绝对是爆款。做工很好，过些天赶集，我和小何带上。看这里，土微微裂开，有点边缘干燥，底下准有。下注要轻，顺着竹篮的方向，别挖断了，也别伤了旁边的笋芽儿。给我出！发财了！这品相，这身段，绝对能卖个好价钱。这是香醇芽。大山，你和小何在家收拾，我去迎迎娘。爹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怎么这么晚才下山？哎呀，光顾着找了，没注意时辰。你们猜我找到了啥？好多水青菜、野蒜，还有香椿，蘑菇也有一个篮子。瞧，这香椿多嫩！娘，接下来可不能再这样了。山里头天黑得快，不安全。我们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。知道了，接下来一定早点回来。快看看，这水芹菜多水灵，野蒜正好拌点凉菜。香椿，今儿晚了，明天摊子吃鸡蛋。娘，你这可真是寻到宝了。晚上我们就吃竹笋炒腊肉，大骨头炖竹笋汤。明天大山、小何，你们俩起早，赶着牛车，先把今天挖的这些品相春好的笋，还有你娘摘的香椿、挖的野蒜也都带上，拿到县城去试试，看看今年行情。水秋菜明天早上摘，也挑新鲜的带一些。小殷、小青，饭菜给你们放锅里温着了，你们喂完孩子就去吃，别凉了。今天个天气好，也没啥风。上午我和你爹去山上挖竹笋，你们俩带孩子出来晒晒太阳。娃娃们这么长，还没正经在日头底下待过呢，见见光得长个儿。知道了，娘。
您和爹上山也注意安全，早去早回。小青，今天天气确实好，我们推孩子去村里豆腐房买2块豆腐吧。行啊，正好让孩子也出去透透气，老在屋里也闷得慌。哟，大山娘子、小河娘子，这是推孩子出来晒太阳啦。瞧瞧这小家伙，真是稀罕人。赵奶奶好。是啊，今天天气好，带出来见见光。瞧瞧，这陈大年家真起来了。自打这俩儿媳妇进门，那日子是眼见着往上窜。去年冬天一下子给家里添了4口人，听说荒地都买了好些，牛也牵回来了，真是让人眼热得慌。谁说不是呢？运到这东西真是没法说。我家那媳妇儿进门都3年了，连个蛋也没给我下，真是晦气。钱嫂子，你知足吧，我家才叫晦气。这都几年了，连孙子的影儿都不见着了。我看啊，8成是身子有毛病。等春播忙完，非得拉他们去县城医馆看看不可。哦，青青乖，不怕不怕。赵奶奶、孙婶子、钱婶子、李婶子，你们聊着，我们先去买豆腐了。唉，姐，你说他们怎么……嘴长在别人身上，我们管不了。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把娃娃带好，比什么都强。姐，你看这个，这样编是不是更好看？我觉得这样的可以卖贵一点，5文钱一个，2个8文钱，肯定有人买。这个法子好，看起来新颖，颜色也跳脱，5文钱一个，我看行。我们用多种颜色搭配搭配。我们在屋里给孩子喂羊奶呢，你们直接进来吧。哟，石头吃饱了，爹爹抱，想没想爹爹啊？阿吉，爹爹回来了，今天听没听你娘的话呀？正好，你们看着孩子，我和小青赶紧把午饭做了，一会儿爹娘也该回来了。县城里一冬天没什么新鲜菜蔬，咱们送去的春笋和头茬山野菜，王掌柜一看就全要了，价钱还跟去年一样爽快。他还说让咱们这几天每天送1茬新鲜的山菜，春笋隔2天送1次就行。趁这茬春笋正嫩，咱们多送几趟，能挣一笔。可不是，县城那边春耕也差不多结束了，集市上人又开始多了。爹娘回来了！爹娘，你们这是弄了多好东西回来啊！今天有你爹陪着，往林子深处走了走，摘了不少香春芽，你瞧多嫩。你爹背篓里是刚冒头的榛蘑和松蘑，篮子里的野山菜水灵灵的，一会儿收拾出来，该晒的晒上。去年存的山菜干都吃见底了，这春天的头茬鲜货晒干了，味道才足。运气不错，在林子里下的小套子逮着的，正肥，晚上炖了，给大家解解馋。下午我跟你娘还是进山多采些山菜蘑菇，这季节不等人，过了这阵儿就没这么嫩了。大山小河，你们下午抓紧挖春笋，隔天就要送1趟，不能断了。鱼篓也记得去下。小英、小青在家，除了看孩子，把今天带回来的山货赶紧拾掇出来，香醇嫩，别捂坏了。晚上咱们就吃兔肉炖春笋，香椿炒鸡蛋。姐，下次大哥跟小何去县山城的时候，我们也跟着去吧。咱俩这都生完孩子好几个月了，身子也利索了。我想去买些绣线和棉布，家里做虎头鞋、虎头帽的碎布早用完了，头绳也不多了，总不能天天就围着孩子和灶台转，我们那绣活可就荒废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之前怀着身子，咱俩不是琢磨着画了个4喜冬梅的小图样吗？一直没动真。这次去挑一块合适的细布，买齐丝线，把它绣出来试试手。对，那图样寓意好，也喜庆，我们就先做个小绣图，看看手艺退步没有。接下来再挑大一些的，复杂点的。老头子，歇会儿吧。老婆子，你也是当奶奶的人了，别总逞强。来，把你背篓里的给我匀点儿。哎，你这老头子。哥，回去的时候咱顺手砍几棵老竹子吧，晚上我再赶工编点东西，下次大集
咱的货可不能太少。行。晚上吃完饭我收拾好了，明天用油煎酥了，做成小鱼酱，春天鱼鲜，拌饭夹馍都香。爹娘，大山，我跟小青琢磨着，下次去县城买些绣线和细布，把以前的绣活拾起来。去可以，但得约法3章，每天只准绣半天，最多不超过2个时辰。余下时间带孩子也好，歇着也好，不能长时间盯着，伤眼睛累脖子。家里的重活杂事有我们男人，还有爹娘呢。就是，嫂子、小青，你们手艺是细水长流的，可不能把身子熬坏了，慢慢来。对了，差点忘了，下午回来时碰见村委李二婶子，火急火燎的找你，说他家老三要娶亲，想打几件新家具，让你明天上午在家等他，估摸着要来跟你细说。行，那我明天上午在家等他。正好我也琢磨着给石头他们4个小子做一个小矮床，天夏天热了，可以放院里树荫下让他们躺着躺着，比炕上凉快。大山在家呢，我是你李二婶子。李二婶子，快请进。二婶子来啦，屋里坐，我给您倒碗水。不用忙活，小音，我说完就走，家里一摊子事儿等着呢。大山啊，婶子今儿来是有事儿求你。我家老三定了秋后的亲事，这不新房得置办起来，想请你给打几件像样的家具。婶子您说，都需要些什么？2个放衣裳被褥的樟木炕柜，这是顶要紧的。再打个高点的衣柜，也放新房里。小炕桌要1个，姑娘家梳妆打的台子也得有1个。堂屋里吃饭的大方桌，再配上5、6条长凳子，差不多就这些。樟木料子我家有，是早几年就预备下的，已经请人破好了板子，晾得透透的，回头你上家来拉。其他的木料，像做衣柜、桌子、凳子这些，就得大山你费心出了。你看看这些活儿，连工带料，大概得多少钱？多久能做好？婶子，您要的这几样东西不少，件件都得用心做，最快也得1个来月功夫。樟布料您家出，剩下的木料我包了。这样，一共收您2两半银子。您看这个价成不成？2两半？大山，你这价可真是实在。不瞒你说，婶子之前去镇上问过，最少也得3两银子往上。你这一口价连料带工，才2两半，成，太成了。都是同村的，婶子看得起我的手艺，我哪能多要？就是这个价，您可千万别往外头说道，不然旁人该说我厚此薄彼了。放心，放心，婶子嘴严着呢。那这定钱得先给多少？您给1两半的定钱就成。等东西都做好了，您来看过，觉着满意，再付剩下的1两。那这事儿就算定下了，回头就让你叔把樟木板子拉过来。哎呀，了却一桩心事，我可走了，家里鸡鸭还没喂呢。二婶子，喝口水再走吧。不了，下回。2两半银子，咱们能挣多少？刨去买料的本钱和功夫，最少怎么也能净落1两银子。我估摸着，或许还能再多挣几百文。凳子和小炕桌，我库房里都有现成的，是前阵子闲时打着备下的，稍加打磨，上2遍桐油，就跟新的一样，这就能省下不少工和料。主要就是那2个樟木炕柜、衣柜和梳妆台费些事儿。那鼓得好。中午我贴点饼子，再把昨天那些小鱼收拾了，做1罐小鱼酱给你们下饭。你和小何下午就去拉樟木板子。中午吃完饭就去。我先去后山给牛羊打点仙草。对了，娘说没说猪仔啥时候能买回来？娘说就这几天，之前看的猪仔才生下不久，得吃几天奶，长得壮实点才好带回来，估计就这1、2天了。行，那你回屋看看孩子吧，他们该醒了，我去就回。这活接得好，稳稳当当挣一笔。等猪仔买回来，咱们家的进项就更活络了。爹娘，李二婶子这活能做一阵子，小何下午帮了不少，以后这木工活他也多跟着学学。我琢磨着，等这批家具做完，咱们手里宽裕了，是不是再添置2样趁手的工具？有些复杂的榫母和雕花，有好工具能做得更精细，价钱也能上去一些。就是这么个理儿，手艺是根本，家伙事也得跟上。你看准了需要啥，到时候我们商量着买。哥，我一定好好学，以后我也能帮你打下手，给你减轻压力。都好好干，我们家啊人勤快，心又齐，不怕日子过不好。等这批家具钱结了，猪仔也进了门，我们再好好盘算盘算。姐。
下次大哥跟小何去县善城的时候，我们也跟着去吧。咱俩这都生完孩子好几个月了，身子也利索了。我想去买些绣线和棉布。家里做虎头鞋、虎头帽的碎布早用完了，头绳也不多了，总不能天天就围着孩子和灶台转，我们那绣活可就荒废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之前怀着身子，咱俩不是琢磨着画了个四喜冬梅的小图样吗？一直没动真。这次去挑一块合适的细布，买齐丝线，把它绣出来试试手。对，那图样寓意好，也喜庆。我们就先做个小绣图，看看手艺退步没有。接下来再挑大一些的、复杂点的。老头子，歇会儿吧。老婆子，你也是当奶奶的人了，别总逞强。来，把你背篓里的给我匀点儿。哎，你这老头子。哥，回去的时候咱顺手砍几棵老竹子吧。晚上我再赶工编点东西，下次大集咱的货可不能太少。行。晚上吃完饭我收拾好了，明天用油煎酥了，做成小鱼酱，春天鱼鲜，拌饭夹馍都香。爹娘，大山，我跟小青琢磨着，下次去县城买些绣线和细布，把以前的绣活拾起来。去可以，但得约法3章，每天只准绣半天，最多不超过2个时辰。余下时间带孩子也好，歇着也好，不能长时间盯着，伤眼睛累脖子。家里的重活杂事有我们男人，还有爹娘呢。就是，嫂子、小青，你们手艺是细水长流的，可不能把身子熬坏了，慢慢来。对了，差点忘了，下午回来时碰见村委李二婶子，火急火燎的找你，说他家老三要娶亲，想打几件新家具，让你明天上午在家等他，估摸着要来跟你细说。行，那我明天上午在家等他。正好我也琢磨着给石头他们4个小子做一个小矮床，天夏天热了，可以放院里树荫下让他们躺着躺着，比炕上凉快。娘，我和大哥走了。带着，里面是热的红糖水，路上渴了喝，还煮了4个鸡蛋，你们俩1人2个，垫垫肚子。知道了，娘。放心吧，家里有我和你爹呢，4个小祖宗我们会看得牢牢的，一根头发丝都不让他们掉了。早去早回。一会儿到了县城，我和小何先赶着去王记菜馆送这最后一批春笋和干蘑菇。今年春笋季就算过了，得跟王掌柜清账目。那你先把我和小青送到集市上吧，我们先在那儿把摊子支起来，卖的头绳绣品，免得你们送完货回来，集市上好的位置都被人占完了。行，大嫂说的对，到时候我和大哥快去快回，回来帮你们一起卖。不着急，我和姐姐守着摊子，等你们回来了，人多了我们一起招呼。等到快散集人少的时候，我们再抽空去绣布庄也不迟。这婆篓怎么卖？3文钱，大娘。这虎头鞋做可真精神，帽子上这虎头也威风。夫人好眼力，这虎头鞋帽都是用新棉花填充的，软和透气，针也密实耐穿。这布老虎也是配套的，孩子玩也安全。行，这套鞋帽还有这个布老虎我都要了，多少钱？鞋帽25文，布老虎8文，共33文。卖精美的竹编木雕嘞，鲜艳好看的头绳，还有送孩子准备的虎头鞋帽、布老虎。今天这集市上人真不少，看咱们的东西都快卖完了。是啊，居然这么好卖。春耕忙完了，家家户户都松快些，手头也宽裕点。这大集又不是天天有，逢初1、15、25才开，人自然多。如果此时大集像今天一样，我们这个小营生就能细水长流了。大嫂、小青，这会儿人少了，你们去集市上逛逛吧，看看家里缺啥买点。摊子里有我和大哥看着。虎下山啊，种植艺就做了。
我和小青去绣坊和布庄看看。行，快去快回，一路小心。掌柜的，我们想问问，如今还收绣品吗？我们姐妹想再接一些活计。收的，只要手艺好，自然收。你们之前送来的绣品，客人都还满意。怎么，家里忙完了？是啊，春耕忙完了，孩子也大了一些，能腾出手了。那就好。如今节有些感应的夏衣花样，或者寓意吉祥的小品，都有人要。你们若有心，可以尝试一下。哟，两位娘子，可有日子没来了？今儿个想买点啥？老板，我们想买一些绣线，再扯几尺适合做绣品的细棉布。老板，您这里还有布头吗？我们想买一点。这束粗的不值啥钱，你们要买衣服做里子还行。这捆嘛，里面好些是细料子，虽然不成块，做点小东西却好。你们收7文钱，如何？好，掌柜的，这块布……哦，这块啊，是年前的新花样，就剩下这最后一块了。做大人衣服不够，给孩子做又有多。你们要是看得上，给50文拿走。掌柜的，这毕竟是零头布了，50文太贵了。你看，我们这次买了这么多绣线和布，以后也常来。这块布25文行不行？我们拿回去给孩子做2身小衣服。得，25文就25文，拿去。以后多做绣品，常来照顾生意。哎，谢谢掌柜的。回来了，快上车，我们赶紧回家。大哥，我们今天赚了多少啊？爹娘，我们回来了。你这猴子皮，小声着点儿。4个小祖宗刚睡着，正做着美梦呢，可别被你这个嗓子喊醒了。我这不是高兴吗？不知道他们睡了。行了，都回来了，快去洗漱，饭菜在锅里温着呢，赶紧吃一口。娘，你和爹累了一上午，快去歇会儿吧，孩子们看着就行。不累，上午和你爹轮换着抱，逗着玩，还能被几个奶娃娃累着。正好你们回来了，我得赶紧去把猪仔和鸡鸭鹅仔弄回来，早定下的事儿。这些留着给石头他们做夏天的贴身小衣，或者拼缝做点精巧的荷包香囊，肯定好看。眼看快到端午了，我们用这些碎布头多做一些小香包，里面塞上艾叶香草，肯定好卖。5颜6色的，小孩子最喜欢。大哥，我上山去打点嫩草，再看看林子边上有没有新长出来的蘑菇。把墙角那2个鱼笼和几个兔糟也带上，下到老地方，早去早回。放心吧，哥。爹娘，你们回来了，怎么不叫我和小锁拿回去拿？这么多东西，到底要先把猪仔抱回来。鸡鸭鹅仔说好了晚点再去李正家拿，谁成想半道碰上你二木家婶子了。可不是，你二木婶子说，她今年孵的那窝鸡仔本来是给她娘家妯娌留的，结果她那妯娌嘴上答应的好，临了又不想给钱，把你二木叔架在那里了，又不好意思回绝。你二木婶子正气得慌呢，看见我们，赶紧偷偷叫我们去她家，趁你二木叔没在，把剩下的鸡仔都便宜卖给我们了。算下来，一只比市价便宜1文钱呐。那二木叔知道了不会生气吧？毕竟是答应给亲戚的。没办法，我们抱着鸡仔出来的时候，正好在村口碰上你二木叔了，他自己也挠头呢，说答应完就后悔了，正不知道咋跟家里婆娘交代。看我们把鸡仔买走了，他反而松了口气，直说卖给我们家放心。鸭仔和鹅仔，我们还是按原计划去李正家换，他家的品种好，成活率高。这猪仔你们抱一只回去，在后院猪圈里养，鸡仔也带一半过去，剩下的放老宅这边我养着。鸭仔鹅仔先都放这边，等再大点，河水暖了再分给你们。鸡蛋鸭蛋到时候2家分。哎，这西瓜苗你们也买了？小英今天在集市上有卖的，买了5颗，想着夏天给孩子们解解馋。巧了，我今天在村长家也换了5棵好苗，想着我们家人多，种个5棵，夏天管够了。我看啊，后院靠墙根那儿阳光好，种5棵。前院篱笆边上能见缝插根栽几株，爬着长，不占地儿。趁天还亮，我去后山转转，看看有没有野菜，晚上要添个菜。老头子，你没事儿去地里瞧瞧，草该拔一拔了。看，这是咱家的西瓜，等夏天熟了，爹爹给你们切最大最甜的那块。阿吉，二叔把西瓜稀饭都挖给你吃了。
这手艺，莲花彻底练回来了。这个镂空灯招，我叫竹边界的绝杀。娘，你看阿福是不是比前2天又胖了点儿？就是胖了，小手跟藕节似的。阿吉也不差，你看他眼睛多亮，随你机灵。大孙子，今天听话没？哟，大山，今天收获不小啊！爹，你看这兔子撞到我下的套子里了，肥着呢。于是大哥在河边起篓子得的，还挺活泛。兔套昨晚下的，没想到真有货。鱼不算大，但炖汤给孩子和娘喝，应该鲜。这兔子真肥，皮毛也完整，削好了能做个暖手桶。鱼晚上就炖汤，加点豆腐，给娘和孩子们补补。老头子，咱家这日子是不是越来越有盼头啦？是啊，搁1年前哪敢想有今天？这都是孩子们争气肯干，也赶上我们这边地方好，人也好。娘，爹，我和姐姐想着，端午前这些香包大概能做50来个，头绳也攒了新的花样。接下来的大集，我们想跟大山小河一起去试试看卖的怎么样。姐姐那幅连生贵子，再有7、8天也能绣完。去，当然去，趁着节前东西好卖。大山，你李二婶子的家具来得及不？来得及，炕柜就差上油，梳妆台和衣柜的料都备好了，紧着点儿，端午前肯定能完成，不耽误。那就好。端午前那个大集，我们全家都去卖香包、头绳、竹木小件，送家具，再买点过节用的糯米、红枣、苇叶回来，我们好好也过个端午。爹，这母兔子怀着崽呢，杀了可惜，咱们试试养着看。要是能养活，生了小兔子，兔毛、兔肉都能换钱；要是养不活，再杀了吃肉也不迟。成，那就试试。野兔子性子烈，不好养，得费点心思。明天先把窝垒起来。爹，哥，我再去山上弄点新鲜的嫩草回来，看看这母兔子吃不吃。听说野兔子刚开始不吃人喂的东西，得慢慢训。别走太远，顺便看看有没有蒲公英、车前草这些，兔子吃了也好。知道了，爹。爹，我一会儿也上山转转。小英他们做了些端午的香包，让我看看有没有开了的野花，采些回来晒干，添点香气。行，你去吧，我去咱家地里转转，看看玉米苗长得咋样了，用不用追点肥。黄芪，快晌午了，得赶紧回家，晚了老头子该念叨了。哎，大山娘，等等，我正想问你呢，你们家那俩儿媳妇咋那么厉害？进门没多久就一生生俩，还是养对双，这有没有啥秘方啊？你可不能藏着掖着，跟我说道说道呗。他婶子说笑了，哪有什么秘方？我们家小英、小青他们娘家母亲就是生双胞胎的，她们姐妹俩自己也是双生。这生双胎啊，多半是随了娘胎里带来的缘分和福气。你们家儿媳妇年轻，身子骨好，再等等，福气到了自然就有了。家里老头子该等急了，那对野兔子也不知道肯不肯吃草，还有4个大孙孙小孙女，怕是又闹腾了。娘，你回来累了，快坐下休息，我给你倒碗水。不用忙，我在厨房喝完了。你们绣了多久了？可一直别低着头，近眼酸，脖子疼，该歇就得歇着。绣了不到1个时辰，刚歇过一会儿。娘，您上午在山上还顺利吗？艾草采了不少吧？顺利，艾草采了1大筐，够用一阵子了。哼，就是下山的时候碰见了村里的李大嘴，堵着路问东问西，真是让我给怼回去了。我说哪有什么秘方，是我们家儿媳妇自己有福气，娘家就是双生，到咱们家水土好，心气顺，福运自然就来了。让他家再等等，该有的时候自然有。他家怎么了？你们嫁过来晚，不知道这李大嘴在咱们村名声可不怎样，她婆婆就是活活被他饿死的。
他家男人是个怂包，眼睁睁看着自己媳妇儿苛待老娘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等老太太没了，事情过去好久，才慢慢有风声露出来。后来他大儿子娶了媳妇儿，第2年新媳妇儿就有了身子。结果呢，不知怎么的，被他那大儿子硬灌了一碗不知道什么药，把孩子打下来了。听说是个成了形的男胎。那是他亲骨肉啊，怎么能？有人说是他那大儿子心里还记恨着他奶奶被饿死的事儿，所以啊，以后你们在村里看到这李大嘴还有他那一家子，尽量躲远点，沾上就没好事儿，心术不正，家宅难宁。娘，之前我和姐姐推孩子去豆腐黄，路过村中间大槐树底下，也听到几个婶子坐在那儿嘀嘀咕咕，好像也是在抱怨自家儿媳妇过门几年没生孩子。唉，这话我也听过。村里明亮人家新婚媳妇进门盼孙子盼得眼红，可他们也不会想到，我们村娶的媳妇儿十有7、8是逃荒过来的，吃不上喝不上，担惊受怕，身子骨早就熬坏了，亏空的厉害。到了婆家，哪一天不是跟着男人下地？有几个婆家真舍得拿出好东西给媳妇儿细细调养的，身子没养好，根子没住稳，哪那么容易开花结果呢？不是所有婆家都这样。你们俩嫁入之前，知道你们是吃了大苦头的，能歇歇着，有好吃的紧着你们补，先把身体底子打好才是正经。娘，我们能遇到你这样的婆婆，嫁进我们陈家，真是天大的福气。傻孩子，是我们陈家有福气，这福气呀，是你们带来的，是我们一家人一起修来的。饿死了！看，你爹和大山他们回来了，我们也该准备摆饭了。那些糟糕的心事儿、烂心事儿，听完了就罢了，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。娘，你上午回来真碰上李大嘴了。我晌午牵牛回来，他正坐在老槐树底下人眉飞色语呢，一看我，眼神躲躲闪闪，指定是跟在讲究咱家。可不是碰上嘛，闲着脸打听咱家生子秘方，让我给撅回去了。这个人离远点就是了，自作孽不可活。爹说的在理，不过最近不止李大嘴，村里碰见好一些人，话里话外都在绕着弯子打听咱家的秘方，还有的目光老往小阴小青腹部上瞟。下午没啥要紧活，我去李正家说说话，总得有人把这话头给刹住。村里谁家偏着急要孩子，有病就去县城医馆找正经大夫。再说了，生不出孩子，不一定是女人的毛病，说不定是男人身子骨有问题呢。这话得让李丈婆娘不经意间透出去，省得那些糊涂人总盯着别人家媳妇肚皮瞎琢磨。婆婆威武。行了，闲篇先放放。大山、小何，下午你俩别上山了，跟我一起在家把猪圈和鸡窝里攒的粪粒起出来，搬到地里堆着沤几天。眼瞅着麦子要坠肥了，玉米地也得备上。先从这边开始挖，小心点，别把底下的生土带上来。是。晚上把新挖的春笋炒个肉片，大山他们干了力气活，得补补。听娘的，那春笋鲜嫩得很，可以放腊肉。明天就大吉了，大山、小何，你们东西都归置好了吗？明天可得早点走，大吉人多，去晚了站着不好位置。娘，都准备好了。娘，爹，明天你们也跟着去吗？我和你爹这次不去了，4个小皮猴得有人看着，家里的牲畜也得喂。等端午前最后那个大吉，也带我这些孙子孙女去热闹。行啊，娘，到时候我和大哥先去占地儿，快散集大家再逛。孩子们的推车用牛车拉去，不然摊开这4个小秤砣，逛不了一会儿。什么？小蹄，我这宝贝疙瘩哪儿胖了？水灵灵的，多招人疼。啊！大家瞧一瞧看啊，新鲜的艾草2文钱1把，还有自家做的精致木雕竹编、头绳香包、虎头鞋、虎头帽，看看这手工多地道。这艾草真水灵，来2把。这头绳怎么卖？哟，这花样没见过，怪好看的。
你摸摸这鞋底，纳的厚实，软又耐磨。老虎眼睛用的是黑珠子，炯炯有神。娃娃穿了保平安。好好，手工真不错。小儿媳妇快生了，我正愁给备点啥吉利东西呢，这些我都要了。老太太，您真疼孙，这新线靴好，我送您2把，您拿回去挂在门楣上，图个吉利。得仔细想想。苏娘子来了，这一匹是染坊左边出点小差错，当次不处理，1匹80文。掌柜的，这2匹布我都要了，150文行不行？你也给我们个实惠的价。成，看你常来，就150。啊！姐，去看看。2位娘子想看点什么？我们新到的江南软缎和湖州生丝最适合做绣品底料，绣上去平掸不划针，显色也好。这生球爪怎么卖？1尺40文，如果整批拿，价格还可以稍让一些。这绣线最普通的也要5文钱1绺。陈慧共有2两银子，又120文。回来啦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坐稳了，回家。大嫂、小青，你们猜，今天我们这个小摊子共卖了多少？多少？看把你乐的！足足有2半银子，零头还没算呢。大嫂和小青，你们做的那些卖的最快。我们绣的2幅小图，掌柜给涨了半两，总共卖了4两。4两！掌柜娘子鼓励们绣大件，我们去了布庄，买了上好的生佛纸和绣线，花了2两多银子。你们真厉害，比我和小何忙活这些竹头木脑挣的还多。不过绣大件更费眼睛耗心神，回去之后坐一会儿就必须起来走走，看看远处，绝不能把身子和眼睛熬坏了，挣再多银子也补不回来。我们记着了。大哥说的对，嫂子你们可是我们家的财神姑奶奶，得家满户栋保护好。哎呀，忘了买包粽子的粽叶和糯米了，后天就是端午节了。没事儿，后天最后一天大吉。大山他爹，大山他娘，正想找你们呢。我家大柱子定下了亲事，端稳瘸后3天办事，到时候一定得来喝杯喜酒啊！哎，一定去，这可是大喜事儿，恭喜恭喜啊！陈搞笑子这也是苦尽蓝来了。今天我们早点过去，能帮正好就部分帮。就是这样。水囊、尿布、点心、大蒲扇，这些带着，万一摊位前面需要补货，或者蹲熟的人也能送个人情。陈大哥、陈嫂子，快上车，马上出发了！哎呦，小心点儿，慢着慢着。哎呦，瞧瞧你这4个孩子养的真是好，白白胖胖的，眉眼又俊，看着就招人疼。陈搞笑子家儿子马上要成亲了，你们知道不？病倒的老娘才耽误了说亲，下地干活一把好手，眼神正，是个能过日子的。哎呀，那真是陈搞笑子家时来运转了。老瞧瞧这针脚多密实，这老虎眼睛用黑亮珠子，精神，给您大孙穿子保准健康。这个后生，这小车是你们自家做的？回老人家，自家胡乱做的，孩子多就琢磨了这么个东西。胡乱做，我看做的可讲究。这后生，这车卖吗？这或者能定做不？老人家若想定做也行。过了端午，您来家里看看样子，咱们商量用料和工钱。好，我家住县城西巷，夫家姓周，初6、初7让我儿子去。回去就把糯米泡上，红豆枣子也得先10对出来。
哥，这柜子真沉，料子真好。哎呦，大山小何，这手艺真是没得说。瞧瞧这柜门严丝合缝，这漆色又匀又亮堂。大山啊，婶子真是找对人了。我娘家嫂子的外甥年底成亲，等他相中，我一准让他去找你。多谢婶子，您满意就好。陈木大师，家母对贵府那小儿推车赞不绝口，今日冒昧来了，想亲眼看看。若果真如此，便想定制一个，还有编竹的摇篮。好，甚好。那几将临盆正需此物，不知陈木大师可否打造吞车、摇篮各一，价格几何？推车需精细，摇篮竹篾也要精选细磨。这样收你1两银子。陈木大师果然名不虚传，我在县城打听过，少说也得1两半，这价钱甚为公道。定金500文，成了！又是1两银子的大活儿，还是县城里老爷子。傅老爷识货，我们更要把东西做好。而且我琢磨着，这次的车上得留个自己的记号。记号？我打算在车底横木上刻个小山字图样，简单独一份。这个主意好。我编的竹器也在底特烙个盒字纹。主调的红要正，金线扩展的压得住阵脚，既要富贵，绝不能落了俗套。爹娘，大哥，不好了！慢点说，慌慌张张的，啥事儿也没听清。我刚从村里大槐树那边跑回来，李正敲锣通知今年官府的徭役令下来了，抽丁。每家要出人，还是可以纳银代役。说是可以纳银代列，要是家里壮丁不去，就得交2银子。爹，咱家今年交钱吧，或者我去。大哥腿干不了太重的活，爹你去年去的，回来瘦了一圈，咳了小半个月。我还是去吧，2两银子太贵了，我身子骨还行，熬1个月就回来了。不行。家里今年缓过来了，猪仔长膘，大山敢做推车，你走了能行？小殷、小青照看孩子做绣活，地里积肥除草，我一个人就是有3头6臂也忙不开。今年必须交钱。笑啥？还是娘说话好使，一锤定音。爹不是舍不得钱，是心疼娘，也心疼这个家。2两银子，爹是怕家里以后用钱的地方多，想省下来。娘说的对，这钱该花。小何，今年姚父去哪儿了？听说去北边矿上拉石，料那活更重，得1个月。我们的西瓜，再有1个多月就熟了吧？夏天天热，服徭役的地方肯定又累又渴了。姐，你看，我用颜色鲜亮的细棉布头做了几件和尚服，丝带子的，穿着软和，真好看。这拼色拼得巧。大吉让大山他们摆上，这些够卖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得全力扑到那幅大绣图上了。明天我们就开始，只要稳住心神，针法不错，不乱。我有预感，这幅图价格绝对不低。爹娘，你们回来了，银子交上去了，确定咱家今年不用再出人去服徭役了吧？交上去了，2两银子，李正收了。李正悄悄地说，这次徭役去的地方，怕是特别苦的差事。可村里大多数人家，舍不得银子。爹娘，你们别太忧心了，银子花了，人平安在家，比什么都强。咱家今年后院里那10棵西瓜苗，小西瓜都结出来挺多的了，一个油绿油绿的，过些日子就能熟了。天气炎热，西瓜解暑小可，肯定好卖。工地方面今年有风险，可以先看看风头，到了没就稳当点儿，只在县城集市卖，或者挑品相好的给王掌柜送去。对了，前阵子后山采的金银花都晒好了，明天我收拾收拾给李大夫送去。大家采的仔细，应该能比卖给普通要贩子多换几个钱。就是这个理儿。等咱家西瓜熟了，挑个最大最甜的，给李大夫也送一个去。爹娘，
药材明天我给你送去。西瓜的事儿，我和小何会留心。地里的活计你们不用太操心，我和小何年轻力壮，忙得过来。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把傅家的推车按时保湿的打好，那工钱一大笔，也能贴补家用。我下地除草去，你们抓紧一些，争取早点把东西做完，等下次大集，好把这些家具给傅家送去，结了尾款也了一桩事。爹，我去下几个鱼楼，顺便打点猪草回来了。娘，你今天可别上山了，天儿太热了，猪草我去打就成。小音、小青把孩子抱堂屋炕上来，我带他们，你们关起门活活清静。哎呦，瞧瞧这4个大宝贝儿，可真是喜煞个人，可不是嘛？一天看不到这几个小肉竹子，心里就空落落的。大山娘，头几天我家儿媳妇去县城医馆瞧了瞧，李大夫给号的脉，说是有了。哎呦，这可是大喜事儿，恭喜恭喜啊！这不家里攒的那些鸡蛋，前阵子都让我拿去换油盐了。心想着你们家今年鸡养的多，不知能不能换我一些，价钱好说。换啥换？邻里邻居的，儿妇怀身子是大事，我送一些便是。那不成，那不成，该多少是多少，哪能白拿？真不用客气。不过啊，这4个小家伙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每天至少得吃2个鸡蛋。小银和小青晚上起夜耗神，得吃蛋补。我也想开了，银子是赚不完的，但好身体才是本钱。家里人吃好点，身体壮实，少生病，比啥都强。真累垮了，病倒了，去趟趟医馆抓几副药，那花的银子可比几个鸡蛋多多了。你说这是不是理？爹，明天大集，我和大哥去摆摊儿，顺便把推车送过去，正好他家就记是那头。我和姐姐这些天做的头绳和小婴儿衣服也攒了不少，都收拾好了，你们明天一起带上。早点走。咱家后院那几笼西瓜，我看熟了好几个了。明天早上你们摘几个品相好的，放在牛车上，给李大夫送一个最大的。谢谢人家常收咱家的药材，剩下的就在集市上卖卖看。爹您放心，我们晓得。这次摆完摊儿，后天咱们就得紧着给地里浇水了。今年夏天雨水少，地都干得裂口子了，再不浇，我怕秋收要减产。行了，大事都定下了，都早点回屋歇着吧，明天得起大早呢。明天我县城，家里有什么缺的要添置吗？或者你有什么特别想吃的？我摆完摊儿去集市上看看，给你买回来。家里什么都不缺，你别费心买什么，摆完摊就早点回来。现在日头毒，路上多带点水，别中了暑气。明天你和小何走了，我打算去后山转转，采点夏孔草、金银花之类的，回来煮凉茶。你别去，现在天热，山上草参林密，蚊虫蛇蚁正多，不安全。凉茶不急，等我明天从县城回来，下午我去采。我腿脚那利索，也知哪儿有。那你明天回来也当心些，别去太深的山里。娘，家里的蛋又攒下一些了，这天热放不住，咱们腌点咸鸭蛋和咸鹅大吧。好，我们来腌。我腌这个总拿不准盐量，鸭蛋、鹅蛋都洗出来晾着，鸡蛋就不腌了。咱们试试做点茶叶蛋。茶叶蛋好啊，我可爱吃那个了，比白水煮蛋香多了。那咱们也试试，我把家里有的调料，像八角、桂皮、花椒什么的都找出来放点进去，反正自己家吃，多试几次，总能摸出好味道来。娘，茶叶蛋煮好了，先泡着，中午尝味儿。这天热，晌午吃凉面吧，清爽开胃，省得烟熏火燎。用西红柿熬酸甜酱，炸辣椒油做辣酱，茄子蒸熟做成新蒜泥凉拌。娘，咱家新蒜能起了吗？起几糖糖蒜，早上就粥绝对下饭。好主意，我去摘菜洗菜。娘，咱家牛羊多了，得搭个草料棚，眼看下过半，忙秋就顾不上了。是这个理，牛羊是重要家当。老宅没空地，能盖你们新房西侧，平整一下就够用了。娘，我听桂花婶子说，村里老邱婶子家、王石头家、赵母家，他们儿子都要成亲了。
这时候成亲，没听说相看啊？听李正家的说，是官府牵线安置了最后一个流民李忠的女儿，光去相看，往后想娶媳妇儿就得靠自家本事，或者花大价钱寻了。女娃比男娃少，错过了说亲更难了。我们家大山小河能娶到你们，是赶上的时候，是福气。娘，我们进陈家门就是福气呢。嚯，什么好日子，这么香！娘，这茶叶蛋真好吃，比集市上卖的那个味儿还香。是你大嫂跟小青琢磨的法子，香料味儿正，不齁人。味道着实不错。大山，今儿个集市上东西卖的怎么样？富家还满意吗？卖的不错，小英和小青的新花样头绳、缝制婴儿服很招眼，一个妇人买了一套，连带看旁边的人也跟着动心。西瓜卖的更好，给李大夫送了最大的，剩下的在集市还没吆喝，人就闻着味儿围过来了。天旱瓜芍，我们的瓜沙又甜，一会儿功夫就秒光了。没买到的直问下次还来不来。西瓜趁现在换银子。不过，爹，明天一早我和小何先紧着给地里浇水，眼看入伏，再不下雨，地里真撑不住了。是该浇了，地里裂口一天比一天大。明天先浇东头旱得最害的玉米和红薯，下午去河边下新鱼篓，河沟水浅，趁现在鱼多抓回来晒鱼干。万一秋后收成不好，多存吃食物，心里不慌。爹娘，放心，我和大哥有力气，浇水、抓鱼、收山货。我们先去山上把陷阱和套下上，抓点荤腥。行了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明天按计划来，一家人拧成一股绳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爹，天越来越干了，再不下雨，地真要淹没了。看这天象，一时半会儿没有雨，老天爷的心思猜不透啊。爹，河里的水位又走了一大截儿，下午浇完水去找李叔，看村里能不能一起思好，轮涌水或者找更上游的水源，总不能睁大眼睛看着庄稼旱死。娘，你回来了，快坐下歇歇。无事，天闷走急了，我去把野菜拾掇出来，赶紧晒上。娘太要强了。我们把家里的事做好，就是给娘省心。中午贴杂粮饼子，切点腊肉丁和辣椒一起炒，开胃。姐，这大绣花图太费功夫了，紧赶慢赶的，9月前做完都快。一天到晚对着它，眼睛都发花。可想想，如果是绣好了，能换回的银子，是不是有劲头了？绣掌柜说，只要手艺好，价钱翻好几番。大家咬咬牙，把这幅做起来了。姐，你说的对，为了银子拼了！爹娘哥嫂子子，你们是没看见，今儿个村口扶完徭役回来的铁柱哥他们，还好咱家今年出了银子，铁柱哥整个人瘦了很多，胳膊肘全是磨破了的伤，新叠伤看着瘆人，蔫头挠脑走路打晃。我下午也瞧见了，今年徭役邪性，山石地上硬凿，锤子震得人虎口开裂，吃的清汤寡水。听说其他村子有没挺过来的。这哪是服徭役，是要人命啊！遭那份罪，完了还得花钱治伤。还是大山说的对，交银子，人不受罪，比啥都强。花银子买平安，今年咱家躲过一劫，明年若还能交钱抵役，无论如何也得凑出银子。对了，爹，地头最后那几个西瓜还卖吗？藤都蔫了。不卖了，我们自家留俩最大的，剩下明天送二木家和五夫叔家。前阵子他们帮照样牲口借梨瓢，瓜不值钱，是个心意。等接下来我们多寻一些其他瓜苗试种。爹说的是，邻里之间就该这样有来有往。咱家日子刚缓过来点儿，不能忘了帮过咱的人。行，明儿一早我就送去。腿又不得劲儿了。有点刺挠，发酸，里面一跳一跳的。我腿比气象先生还准，这么折腾，怕是变天了。变天？爹，哥说可能要下雨。大山预测10有8、9准，地里快不能撑了。真能下一场透雨，秋后指望了。姐，
要是真下雨了，是不是好兆头？风调雨顺自然是好兆头。这幅图绣福气绵延，若能在雨天完工，说不定更添灵气。爹、娘、大哥，这雨下的可真大，这下子地里的庄稼可算能喝饱水了。是啊，这雨已经晚了点儿，但来的还及时。庄稼正抽穗灌秧，有这么一场透雨，能借上大劲儿，秋长得更壮实了，多了几分指望。雨下的透，山上也缓过来了。林子里憋了这么久的蘑菇木耳，这下该蹭蹭往外冒了。等太阳再晒2天，地皮干爽些，我就上山去看看。娘，到时候我们轮流陪你去。刚下过雨，山路滑，2个人有个应。姐，你说这人也怪，不下雨盼星星盼月亮，这雨真下起来没完，又盼着赶紧停。屋里潮得厉害，被子都感觉能拧出水来。可不嘛，这雨势也太猛了一些，不过总比旱着强。刚才大山和小河出门说河涨得厉害，让他们打猪草千万别靠近水边。陈嫂子，大山娘子，小河娘子，快出来！你们家大山、小河出事儿了！小河，快去河边！你们家大山和小河跳河里救人了，是村东头老蔫家的小孙子掉进去了，河水那么急。二木婶子，人怎么了？上来了吗？上来了！多亏了大山和小河，好多人都跑去帮忙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小英、小青，你们快去，我看着孩子。千万别出事！大山、小河，你们千万不能有事！不是让你们见死不救，可你们救人之前，能不能先想想家里，想想炕上才刚会爬的4个孩子，想想爹娘，想想我们。那河水现在是什么样子？你们就这么往下跳，万一有个闪失，你让我们怎么活？就是听二木婶子一说，我魂都快吓没了，脚软的差点走不动道。下次可不能这么不管不顾了。当时情急，没想那么多，再晚点就冲远了。我们水性还行，而且猪草背篓都扔岸上了，没事。没事儿，等有事就晚了，赶紧回家。猪草算是白打了。你们2个混账，胆子肥了！那河水是能随便下的啊？救人要紧，自己的命就不要了。你们要是出点事儿，不是要了我和你爹的老命，让小银、小青和这4个娃儿怎么办？等着，我煮姜汤去，非得让你们好好长长记性。娘，我来帮忙。孩子，我来。喝，一滴都不许剩。娘，这也太辣了！您放了多少姜啊？好歹放点红糖活活一下啊！不放，就这么喝，辣才好，辣才能驱尽寒气，辣才能让你们记住今天。赶紧把湿衣服换下来，捂上被子发汗，别再着了凉。今儿这事儿，你们做得对，救了条命，积了德。但往后行事得多长个心眼儿，多想想家里头。河水刚涨，水流急，底下什么情况都摸不清。万一……爹，我晓得了。爹娘，让你们担心了，下次我们一定更小心。陈老弟、弟妹在家吗？真是多亏了大山和小河2个后生，要不是他们，我家这独苗苗可就真没雷了。快别这样，乡里乡亲的，撞见了哪能见死不救？陈老弟、弟妹，你们要是不收，就是看不起我老蔫，嫌我这礼薄了。救命之恩，这点东西算个啥？你们要是不收，我回去心里也过不去这个坎儿。老蔫兄弟，你这真是太客气了。那我们就厚着脸皮收下了，
孩子没事就好。爹娘，这鸡蛋得有30个吧？这鸡也忒肥了，这礼可不轻。老蔫家日子也不算富裕，这份确实有心了，咱们也不能白收人家这么重的礼。小殷、小青，得辛苦你们俩。我记得上次买的那匹有点翻黄瑕疵细棉布还有不少，你们估着那孩子的身量，给他做一身礼衣吧。娘，这主意好，我和小青这2天抓紧点，2天就能做好。样式就做最简单的盒，穿着舒服。我再在领口、袖口绣点简单的平安纹，意思一下。这公鸡先养几天，等秋收最累人的时候杀了，炖锅汤给大家补补力气。你娘安排的妥当，礼收了，情分记着，咱们也有回有往，不占人家便宜，也不服了人家好意。这日子就是这么互相帮衬着过的。爹娘，我们一会儿上山，中午不一定回来吃饭了，饼子我们都带着。行，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雨后山林里蘑菇发得快，咱们多捡些回来，冬天炖菜包饺子都是难得的鲜味儿。小殷、小青，我们上山啦！半晌的时候，别忘了给家里的鸡鸭猪羊添便食水。哎，知道了，娘，你们早点回来，注意安全，山上路滑。总算是快好了。下次大集，咱们送到锦绣布庄去，看看掌柜的出价。若是价钱还行，等秋收忙完了，咱们再绣幅大件。姐，今年秋收，咱们可得好好给家里帮忙了。下次赶集多买些板油熬上，秋收是力气活儿，吃食上不能亏了。娘，明天大山他们去集市摆摊儿，我们也跟着去。这幅绣图总算是做完了，我们想拿去绣坊看看能不能卖个好价钱，顺便买点大骨头和板油回来，给家里添点荤桑蕊水。真好看，跟画似的。行，你们去吧。这回大集连着开2天热闹，等大集一过，你爹就张罗秋收了。大家来看一看啊，上好的农具、镰刀、扁担、骨筛，还有头花、婴儿小衣裳，价钱实惠，都来看看啊！磨的镰刀，割稻子不费劲儿。给我来2把哈。大哥，我方才转悠看了2眼，这集市上卖竹编木器、小头绳的比去年多了好几家，连卖农具的也有2、3家。看到了，往后咱们得琢磨点新兴花样了，不然卖的人越来越多，生意就难做。大山，摊子你们先看着，我和小青去趟绣坊，把这绣图送去姑姑估价，顺便去把娘嘱咐的东西置办齐。2位娘子可有日子没啦？之前听了您的指点，我们姐妹试着绣了一幅稍大些的图样，今日带来，烦请您给长长眼，看看绣坊收不收，若能收，价格即合。针法更稳，配色越发雅致。这幅百福图意境好，寓意也好。这样，这幅绣图我们绣坊出19两银子收下，你们看如何？掌柜的厚道，我们姐妹自然愿意。姐，19两，扣掉买绢布丝线的2两多本钱，净赚16、7两呢。走去布坊，这回咱们买更好的料子，回去琢磨新样子，赶在秋收前把绣样画好，等秋收一过，咱们就开工，争取年前再绣一幅出来。好。哎，2位娘子是绣娘吧？看你们挑的料子线材是要做大活儿，这捆都是裁剪剩下的，虽不成形，但料子都是好的，送给2位娘子，全当交个朋友。先把这些送回摊子上去吧，还得赶紧去买大骨头和板油，再晚集市该散了。娘，您歇会儿，喝口水，这里交给我们。行，那你们看一会儿，
我去地里换你们爹他们回来喝口水。小音，晌午的饭。娘，豆腐我买回来了。鱼昨天小河下的篓子里有2条，中午就鱼炖豆腐，再贴一锅饼子，炒个青菜。1年前我们还在桃乡，如今这沉甸甸的都是真实的。下午去把南坡最后那块高收了，估计明天就能全拉回来。爹，收完庄稼，咱们是不是该把荒地深耕一遍，施点底肥？家里猪粪肥也得起了，晾晒好了，都是好肥料。今年咱们家算是扎稳了根，房子有了，地多了，粮食满仓。往后只要咱们心齐肯干，这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爹，我和小何走了，今天得去李二婶子外甥家量尺寸。家里剩下的这点活计，我和你娘还有小英、小青搭手，尽够了。你们抓紧把人家的事儿办好。大山哥，快走，让隔壁村见识一下我们南山村大师木匠的实力。可是南山村的陈木匠，我是你李二婶子的嫂子，可把你们盼来了。快，家里请，新房子就在前头。陈师傅，你看看这屋子就这么大，我寻思着得有个顶箱立柜，一个大柜，一张带抽屉梳妆台，一张炕桌，堂屋还得摆一张能围坐8、9个人的大饭桌。料子嘛，我当家的存了好张木，其他的还得麻烦陈师傅给费心寻摸好木料。小何，拉尺。婶子，顶箱立柜要多高？大衣柜里面要多分几个隔断吗？梳妆台、镜子、沁死还是活动？餐桌要8仙桌吗？王婶子，您要的这些用料实在，工也不简单。张木料您出，其他的木料连同工钱，一共收您3半银子，您看成不成3两断。陈师傅，你这价钱可实在，我去镇上问，木料全自己备，工钱开口还要4两往上呢。行，就按你说的。这是2两镫金，等做好了，我再付尾款。大山，这活计接得好，咱庄稼人手艺就是饭碗，名声就是招牌，你可得拿出12分的心力，做漂亮了，人家那个村子往后就认准你了。大哥，我给你打下手，泡花打磨我都行，就让我们大干一场吧。爹，小何，我知道轻重，定金收了，必定全力付。小何，把那几块纹理一直和松老木搬出来，咱们开料。小音、小青，今儿个我和你爹上山去转转，看看雨后有没有新冒头的蘑菇和晚秋的山货。你们在家把园地里那些该收尾的菜拾掇拾掇，能腌的就腌上，能晒干的就摊开晒晒。过几天怕有霜，得抓紧。娘，我们知道了，您和爹上山千万小心，刚下过雨，山路滑。放心吧，我俩互相照应呢。15饭不回来吃了，带了干粮。姐，你看这南瓜，今年结得真好，个顶个的大。晚上咱们切一个蒸南瓜馒头吃吧，又甜又暄软，爹娘和大哥小何肯定喜欢。好啊，这主意好。那一会儿你先把面发上，用温水，天凉了发得慢。中午简单点儿，我摘把嫩青菜，煮锅热汤面，再煮几个咸鸭蛋。孩子们给他们蒸点米粉糊糊，再单独蒸个肉糯鸡蛋糕，拌在糊糊里，有营养。成。对了，姐，小何前还说去年咱们腌的酸豆角和腊没吃够，让今年多腌点。你看这些豆角和白菜都好，咱们今年腌2缸吧，反正地窖还有空缸。我看这茬芥菜疙瘩也挺好，腌成咸菜疙瘩，早上切丝淋点香油，就粥吃最香。这些葱叶子也别浪费，一会儿都收拾出来，洗干净了，用盐揉一揉，腌成咸葱叶，下饭也好。腌菜是得多备，冬天长菜蔬少，就靠这些咸菜过活呢。对了，小音，你上次说想要几个木框子，栽韭菜根和葱蒜，冬天放屋里，我记着呢。等把李二婶子外甥家那批家具的料下完，就给你做，用松木边角料就行，做的轻巧些，方便搬动。哎，好，不着急，你先紧着外面的活着。我是想着韭菜和葱蒜移栽到木框里，放在咱家东厢房靠窗那块，白天有日头，晚上屋里也暖和，说不定天真能长出青苗来，哪怕不多，过年包饺子时能掐一把添个绿色，也是好的。大嫂这主意妙，冬天看见点绿色，心里都舒坦。哥，你做框子的时候，给我也做2个小的呗。我搁屋里养点蒜苗也行啊。就你点子多，行，到时候一起做。
下够忙活这阵子了。姐，我先去和面发上，再把南瓜切开，把瓤掏了。去吧，我把这些先搬到井台边，一会儿好清洗。小青，把家里剩的那根大骨头拿来，晚上就炖萝卜汤了。再整一锅南瓜馒头。哎，姐，切2块南瓜和馒头一起蒸了。你瞧，这背篓里都是顶好的松蘑、黄蘑，肥厚着呢。这麻袋里是板栗、榛子，还有不少松塔。可不是，没想到还能捡到这么多板栗，这回可真是大丰收。爹娘，快喝口水歇歇，饭一会儿就好。爹娘，大山、小何，吃饭了。今年南瓜是真甜，面也发得好。是呢，挺甜的，剩下的明早切了煮粥，肯定也好喝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明天咱们全家都上山，爹娘带路，咱们先去砍够过冬的柴火。娘，今天我和小青跟大山他们一起上山去，劳烦您和爹在家看顾孩子了。去吧去吧，你们姊妹俩上山可要跟紧大山小河，别往太深的地方去，互相照应着。放心吧，娘，我们晓得。咱们先把柴火砍够，堆到车子上，再腾出手来捡山货。柴火晒干了才烧，得趁这几日有多砍些晾着。好，要是碰上山楂树就好了，摘些回来晒山楂干。你们就在这儿附近转转，别走远，看看有没有蘑菇、野菜，挖点野蒜也好。有事儿就喊我们，听得见？哎，知道了。姐，你看这儿有一小片野蒜，还真是，多挖点儿，回去腌咸菜时放一些，味道肯定好。晚上用这个炒鸡蛋也香得很。今天运气不错，大山、小何，我们去前面片林子边看看蘑菇，不走远。好，我们这边也快好了，你们注意安全。那是野蹄树。有点涩，但后味挺甜，水分也足。那我们挑好的捡些回去，可以煮梨水或者晒点梨干。捡吧，树上还有些，打下来一起。等一会儿，这儿还有点山菜、荠菜和铺丝，还挺水灵的，摘回去晚上拌个凉菜，清爽。摘吧，差不多了。咱们先把柴火运下去一趟，下午要是还有精神，再来转转。娘，我们回来了，收获不少好呢。哎，回来就好。你爹一早就上山陷阱下套子去了，说是看看能不能逮住点野物。你俩来看会儿孩子，我去灶上张罗午饭。娘，您歇着，午饭我和小青来做，我们不累，山上走走还挺舒坦。今天挖了不少野蒜回来，嫩得很，再熬个小米粥，贴一圈饼子，就这野蒜炒鸡蛋，保准开胃。娘，您就歇会儿，陪孩子玩。成，那你们掌勺。野蒜炒鸡蛋好，你爹也爱吃，多放2个蛋，你们也补补。爹，陷阱下好了，挖了3个，下了套索，就在后山欢子常走的道边上。晚半上我再去溜溜看。你们这趟也没少弄啊。就是这个山野味儿，地道。我去村东头老王家一趟，给他家儿媳妇下奶。当初你们坐月子时，人家提了16个鸡蛋来，这回他家添丁，咱们得回礼。娘，那鸡蛋我去拿，给您装篮子里。回一样的是不是不太好？咱家鸡蛋多不？多拿几个？那就装20个吧，凑个整数，好看些。再捡几个咱们晒的品相好的大红枣放进去，补气气。趁他们睡着，咱们抓紧时间。